妈，怎么了？你干嘛呢？天天跑的不见人影。我正收集素材呢。哎，怎么偷偷摸摸的呀？你不会在干什么坏事吧？没有妈，我正在忙呢。我上次跟你说让你找个对象，你就再也不出现了。你是不是躲着我？没有妈，你想多了，我哪能躲您呢，对吧？我说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赶紧的找个对象谈谈恋爱，我还等着抱外孙子呢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了知道。小姐，好，您点的包。这位小姐，您有什么事吗？没事没事，我正在看风景。哦，是吗？是啊。赶紧往哪里跑？是他吗？就是他。说，为什么要跟踪我们？有什么目的？你跑！我叫云想想，是一名优秀的漫画家，为了创作奋不顾身。虽然我现在还只是一个不入流的18线小咖，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成功的。刚刚那个坐在轮椅上的是海市第一世家傅氏集团的少公子傅思涵，才是无数少女名媛甚至是大妈的梦中情人，所以我便以他为原型创作少女同人漫画。赚钱嘛，当然是粉丝越多越好喽。傅总，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？没想到我在别人的想象里是这样的人设。您可是海市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，您的粉丝可是比有一些都是小女孩的无知幻想。这确实是有点过。以后我不想看到这种东西。好，明白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家呀。出大事了！你现在赶紧跟我回公司来！一定要现在吗？可是我一会儿要去看我妈呢。现在立刻马上，赶紧限你半个小时给我赶过来，否则你就等着给我收尸吧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来来来，对不起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又是你？哎，好巧啊！不巧，这后备箱都给你撞开了。你该不会是又在跟踪我们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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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到底什么目的？不，这次真的纯粹是因为巧合，真的没有。不管怎么说，跟踪加上追尾，我只能交给警察叔叔来处理。哎，别！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没有追踪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车费我可以赔的，求你别把我交给叔叔，求你了，车费我可以赔偿的，求你不要把我。楚河，赶时间，算了。哦，好的，副总。
还是傅思涵比较善良，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完美。社长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？社长，你说说，你怎么又把小团子带到公司里来了？你快过来！怎么了？你捅了大娄子了，我现在要出去会被人打死。不是社长，你戏别那么足行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画的那个漫画被傅家告了啊！傅家告我们名誉侵权，你看，傅家家大业大，他告我们，我国漫之光还没开光，结束了。社长，要不这样吧，你要不然先把我这2个月的稿费给我结了。你有病吧？你把我编剧社搞成这个鬼样子，你还找我要钱？那不是你让我以傅思涵为原型画的吗？那全怪我吗？原型？什么叫原型？原型是让你照着他的这个样子画，不是让你把名字也给我写上去。你是不是傻？不是，那我这不是……快！来，我现在马上就要破产了，我老婆已经跟别人跑了啊！我卡里面只剩250块钱，连买奶粉的钱都没有了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画这个漫画造成的。那我能怎么办？你从小到大不缺母爱吗？他已经没有了。不缺父爱吧？他即将没有了。你从小到大没挨过饿吧？这是他最后一瓶奶。我求你了，社长，你起来，你可别这样，你这样，我求你了。我来想办法。恩公，请受我们父子俩一拜。你放心，社长，我一定会解决的。这100块钱，你拿去给小团子买奶粉吧。这也不够啊！哎，女士你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我找你们副总，对，就是思涵。他之前还带我进去过呢。你不认识我了吗？哦，这样。那姑娘，就是内罗登记簿，你看到了吗？里面登记的女生呢，都是自称认识副总的人。要不您也先登个记，排个队，然后等轮到你了，我们电话通知你。这么排到啥时候去？估计3到5个月吧。3到5个月。我找他真的有急事，真的就一面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早上我还见过他，那真的。姑娘，您呢，先回去。好好生活，好好工作，好好休息，不要整天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。我没有做什么不切实际的梦，那个今天早上我真见过他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我就见你马上真的就你马上跟副总闺女，我真的是你都疯了吧？这一天天的。哎，你看。酗酒啊，5楼，你站住！你干嘛？怎么又是你？怎么进来的？我找副总有点事儿。
say hello. You look fantastic. There's no hiding you no more. Tell me what's your secret. Let me tell you now. Just wanna say 我没事儿，谢谢你。祝贺。啊，没事，不用送我去医院的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副总，我就是想……啊，你干嘛呀？你放我下来！不是，副总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放我下来！真是误会啊，大哥，真是。我警告你啊，不要再跟踪我们副总了，否则我就真的报警了。不，我跟你说，真是误会。我只是想请副总不要跟我们漫画社，真是误会。傅思安回家的时候肯定会来这里坐车，我在这儿守株待兔，一定能等到他。哎呦，怎么又是他呀？没完没了呢！站着，别动，别动！这说的就是你，穿屎黄色衣服那个，站着别动。对，别动啊！我现在就过来，别动啊！别动，等你来抓我们。都傻啊。哟，人呢？哎，副总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这人咋还没了呢？后备箱什么声音？是给董事长准备的榴莲，刚从泰国空运回来的。副总下午安排的事情，我们还过去吗？不用，直接回家。陈管家，后备箱的锁锁不上了，你把车开出去修一下。哦，对了，还要把带给董事长的榴莲拿出来。好了。你居然能自己洗澡，我一直以为是楚河帮你洗的。那个，我能不能求求你不要告我们漫画社呀？这只是一个同人漫而已，真的。如果你不满意的话，我们可以改，真的。不好意思，那你得答应我，我松手了以后，你得不叫，答应你就眨眨眼。
不是答应过我的吗？你这个骗子，你这个人怎么不讲信用呢？怎么了？不是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真的不是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为了我的漫画社。到底是谁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没有任何恶意的，我只是为了我的漫画社，真的。扔出去！哎，你这个人不是刚才答应过我的吗？傅思涵，我知道你在楼上，好像是副董。躲我是没用的。怎么办？你出去应付一下，这里交给我。好。你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就算是有钱人，也不能为所欲为。我可是练过空手道。你找我，不是要解决漫画社的问题吗？想解决就闭嘴。真的啊？帮我一把，把轮椅推过来。副总，副总真的已经睡了。让开！姑姑，这么晚是有什么事吗？我给你安排的相亲，你为什么不去？我没有必要去。人家姑娘等了你一个晚上，人家好歹也是大明星，你这样做是你该有的风度吗？我并没有答应过要去。姑姑都是为了你好。姑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心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是你姑姑，你的长辈。请姑姑以后不要擅自给我安排这种事情。你，傅思涵，你这倔脾气得收一收了。你父母过世以后，你身边也没个人照顾你，你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了。你爷爷年纪大了，盼着早点抱曾孙呢。这姑娘我和你爷爷都见过，很满意。你是富家长孙，得担起这个责任来。这事由不得你。我不同意，自然有我的理由。你能有什么理由？因为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嗨，傅思涵，你随便找个女人来搪塞我是没用的。这是我们情侣之间的情趣。根据我多年画少女漫的经验，此时傅思涵一定饱受家庭逼婚之苦。只要我这时帮了他，那么后面，嘿嘿嘿，我和思涵有着世界上最浪漫的相遇。思涵，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、扔出去！最体贴、最善良。放我下来！快点放我下来！那我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？怎么办？他好像完全不信的样子。我怎么感觉肚子有人在踢我呢？思涵，我想吃酸豆。你该不会是……对，就是你想的那个。傅思涵，傅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怎么样？我厉害吧？事儿都给你办完了，你答应过帮我解决漫画社的事儿的，不许说话不算数。哎，你怎么了？肝儿疼。老板，肝在右边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影响一场花想容的影响下。云小姐，你知道私闯民宅要判几年吗？不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不过看在你刚才帮了我的份上，这件事情我就不跟你追究了。所以你是答应郑思了？那是另外一件事。楚河，以后不要再让我见到你了，不然我就真的把你交给警察叔叔喽。爷爷，思涵，你可有什么还要说的？这一切都是误会。误会？怎么可能是误会？我亲眼看见他在你床上。闭嘴！看看你，哪一点还像个长辈的风范？坐下。思涵，你说，她没有怀孕，那天她只是身体不舒服。你是傅家的长孙，你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，注意自己的言行。是。傅家长孙媳妇的位置，可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坐的。那个女孩什么来历？我想见见她。爷爷，我才刚跟她交往没多久，要不等过段时间。不会是什么来路不明的女人吧？她并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女人，她是云氏集团的千金。云氏集团？云氏集团一直在海外，我也只是听说，也没怎么接触过。要我看，还是芷柔合适。知书达理，温柔贤惠，又是个大明星。他爸爸还是傅氏集团的老员工，对咱们傅氏忠心耿耿。是对傅氏忠心耿耿，还是对你忠心耿耿？注意你的言辞。是。既然如此，你就把这个叫云想想的女孩带回来见我。怎么？啊，好，爷爷。思涵，在今天的股东大会上，我已经向全体股东宣布了，3个月后我正式公布傅家的继承人。爷爷希望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深思熟虑，千万不要让爷爷对你失望啊！哎，夏夏来啦！妈，发生什么事儿了啊？是医生跟你说什么了，还是病情有什么变化了啊？你别怕啊，妈有什么事儿我一定会陪着你的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？我看，你看这个女主角命好苦啊！我说妈，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啊？一天天别老看这种低幼的偶像剧，都看一点漫画多好。你的漫画太狗血了，太不真实了，你得好好的找个对象谈谈恋爱，总结一下这个生活的经验。好，知道了，来啊，来，好嘞，再来一口。这炖的是什么汤啊？什么味儿？你拿什么炖的？我这汤那可就厉害了，这里有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海里游的、海陆空分析大说人话。鸡肉排骨。你赶紧成个家吧，这太可怕了！你妈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可是用心熬制的。再来一口啊！来，哎，这人怎么了？这人从楼上跳下来摔伤了，我们旁边骨科的，我们在安排床位了，先在这边放一会儿哈。看什么看？哎，我说你这人，林小姐。哎，这谁呀？啊？你让我假扮你未婚妻？事成之后，我不仅可以撤销对你所在漫画社的起诉，还会按照合约给到你相应的报酬。
不是傅先生，撒谎是不对的。其次，七夜恋爱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难道你不想借此机会了解我吗？我看过你画的漫画，里面你和我是一对情侣。那是个误会，因为他是一个同人漫，只是一种想。不用解释，你不用因为你喜欢我而觉得不好意思。不是傅先生，首先是你自作多情，其次，我之所以选你做我的漫画主人公，只是因为你名气大，可以帮忙引流读者而已。哦，是吗？但据我所知，你画的漫画似乎人气也不高呀。哎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但是我不准你侮辱我的漫画，谢谢。你画不好，是因为你不了解我，也不了解我真正的生活。你要是我的未婚妻，你就可以看看我所生活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。难道你不想画出被所有人都喜欢的漫画吗？据我所知，你妈妈的病需要花费很多钱，我可以让她接受最好的治疗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想清楚给我打电话。傅先生，在签之前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问。为什么会选我来做你的未婚妻？大概是因为我永远都不会爱上你。你知道吗？通常少女漫里的男女主角这么说，以后都会被啪啪打脸的。我是故事的男主角没错，但你确定你是故事的女主角吗？行，你放心，就算这个地球上只剩下你一个男人，我也坚决不会喜欢上你的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哎呀，2个人都立 flag， 到时候就看谁先被打脸喽。明天和我一起去见我爷爷。你爷爷，也就是传说中那个傅氏集团里最可怕的老头。你扭扭捏捏做什么？我有点紧张，我想去个澡。盥洗室。前面左转，快点回来，爷爷不喜欢等人。傅总，你觉得云小姐能行吗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